时光像飞梭，岁月像流水，一转眼，我移民加拿大已经迈向第14个年头了。想当初是以技术移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来到加拿大的第1年，加拿大的经济还算好的。但是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拿大政府为了对抗大流行的病毒以及加速经济复苏，在今年里，为了实现40.1万名新移民的目标，将针对目前在加拿大的国际毕业生和临时工人开放超过9万个永久居留权 PR 的名额。这项政策将从今年的5月6号生效，并且在11月5号结束。在这半年的期间，将以先到先审为原则。一旦申请的件数达到录取上限之后，政府将停止受理申请人的送件。这项政策是在4月14号，加拿大移民部长宣布，超过9万名加拿大的国际毕业生和临时工人将获得在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移民的基本条件就是，毕业生和工人必须精通加拿大任何一种官方语言，也就是英文或法语，同时符合一般可接纳性的要求，并且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文件的时候，人必须生活在加拿大的境内，并且在加拿大工作。他们还必须是居住在魁北克省以外的任何加拿大省份。从今年的5月6号开始，加拿大移民、难民以及公民部 IRCC 将开始受理以下3个类别的申请。首先是4万名加拿大大专院校毕业的国际学生的申请，再来就是2万名医疗保健工作者的申请，最后是3万名其他符合基本职业清单的临时工人申请。对于移民申请者的语言要求，在国际学生部分必须达到加拿大语言测试，也就是 CLBA 5分，而临时工人语言要求也必须在 CLBA 4分以上的水准才可以申请。这些符合资格的国际毕业生必须在过去的4年内，也就是2017年1月份以后完成合格的加拿大专上课程，而符合资格的工人必须在医疗保健行业或者是其他预先批准的基本职业中至少有1年的加拿大工作经验。这些新的公共政策适用于40个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人，以及护理、食品生产和分配等多个领域的95个其他基本工作，比方说是厨师、面包师傅等。另外，加拿大政府还为了法语或者是双语的申请人推出了另外3个不设上限的申请管道。我会把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移民局相关网站链接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如果想要把握这次移民开放机会的朋友们，却仍然犹豫是否要付诸行动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移民心得。首先，你要想想你移民的动机在哪儿，未来的40年或者50年的生活愿景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赚大钱的话，也许回到自己的家乡会有更好的机会和人脉。但是如果你想要稳稳当当的享受居家生活的话，只要你能毕业，找到一个专业的工作，也不求大富大贵，移民加拿大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许你和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一样，都认为移民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的，我同意，但是移民之路也不是十分难走的。现在就让我来说说自己的移民故事吧。谢谢您的配合。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瞒着家人偷偷申请技术移民加拿大的。也许到现在为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还不太明白，我好好的在台湾生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千辛万苦的
到加拿大自讨苦吃呢？首先来谈谈我的家庭背景。我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闽南家庭，家里的长辈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我虽然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女孩，但是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下，家中5代同堂的长辈一向是把希望重心放在我的兄弟身上，加上台湾职场的潜在父权社会文化影响，女孩子不必太会念书，不必太有工作成就，反正最后就是要嫁人生小孩的。虽然我在台湾有不错的职业发展，但是在家中一直都当不上主流意见的人。就在念完英国硕士课程，拿到学位回到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已经走下坡，早就不是以前的台湾钱淹脚目，也就是早年的台湾经济繁荣，台湾人的钱都淹过人们的脚踝那种光景。当时加上我年纪已经过了30岁，要换工作，特别是女人找工作，在面试的时候一定会被问到你是否有结婚生小孩的打算。如果回答有的话，绝大多数的老板是不会录用你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就遭遇到类似的困境。不但当时的社会文化是这样，家人也会质疑当初你出国进修的投资报酬率是否划算。走到今天，回顾我的移民之路，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太对了。还好来了加拿大，就算不能回到以前的白领专业，虽然移民的初期很辛苦，但是身体的累总比心里的苦来得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不管移民加拿大对不对，都不应该后悔。人生很短，干嘛花时间在后悔这件事上呢？现在都已经是100岁的年代了，就像我在中年移民、中年转业，也只有在加拿大这个社会才做得到吧。俗话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只要你不忘本心，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了解真正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那么不管移不移民，都可以生活得很开心。而且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年代了，新冠肺炎疫情迟早也会结束的，到那个时候，大家又可以自由地翱翔了。移民的人也可以回老家看看，不移民的人呢，也可以来加拿大玩玩。所以移民是一件大事没错，但是也不是一件天大难的事。最后祝大家都能梦想成真，幸福美满。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说说您的看法。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